也都是杜撰的，所以他们肯定在播报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跟他们与众不同的点。一点底都没有，心跳加速。哦，嗨，服装组老师来了，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他们不准备搞，那稿子没给呢，还没拿到呢，还没拿到呢。等会儿我搞篇稿子，咱俩稍微行行好搭一下。好。上面那个丸子头是不是太花哨了？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这里是真人练嘴皮子了，开始真的，先把节奏和嘴皮子打开。国会参议院选举中，男女维持过半，因为我俩一组啊。啊？因为我俩是一组啊。你们已经知道稿件内容了？没有，我们自己找的。都是自己找自己练。当天，日本首相石破茂展开了飞行器仿生导航的研究，研制出仿生偏振罗盘装置。他们这个嗓子一旦进入主播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个状态。是的，他们声线好像都是会不一样。7月1号以来，全省以抗旱浇灌玉米2348万亩，发布关于天水石陆地最东端。我感觉我的听蒙太奇。各个新闻频道瞬间是吧都来了。平静先行先试。结果有了吗？先说你是发布新闻的有几个？首先5个。5。等一下，有王玉玲吗？有张诗文吗？有李宇佳吗？李宇佳有吗？有。王玉。对。侯子泰没有，有吗？有侯子泰。哦，有。嗯。我觉得他很坦然。真的很吃亏哦。非常吃亏。他一定是想好的。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我就主要从事一些体育解说。老师们能不能猜一下，我喜欢哪项运动？篮球。哎，老师您猜的真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名3D 球员，我比较全能。大家可以看现场报道小篮球赛，轻松成为孩子王；实地探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普全民健康知识；在演播室当中搭档专家，戳破运动与健康的谣言；在体育课上担任课代表，学习一项好玩又有趣的体育运动。他很松弛，对，我觉得非常好。就你有别的兴趣爱好吗？我还喜欢播新闻。老师一个大震惊。播新闻就变成一种爱好了。播新闻是你的爱好啊？我曾经其实对播新闻这个事儿啊有一点误解，我觉得它是一件没有那么难的事儿。结果我在播的时候，老师们在下面笑。老师说呀，说你现在这个在体育频道干多了，你这个现在就大时政大稿播的像体育解说一样。当时把我跟那个老师都逗笑了。确实是在新闻播报方面有失严肃性，他的语言状态可能会不一样。你把你自己简历念一遍。对，用新闻的状态念你的简历就好了呀。新闻不是有播简历这么一个吗？哦呦，这个太难了，念自己的简历有股羞耻感。我明白，从头到尾我没看你紧张过，这事儿让你紧张了是吗？我还没有，我还行，老师。侯子泰个人简历：侯子泰教育背景，2022年至2026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解说或主持的赛事有：1、2023年成都大运会咪咕陪你看大运节目；2、2023年韩国平昌乒乓球亚锦赛；3、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OK， 好，可以，谢谢，挺好的。我只想提醒你2点。第一个，你有一个小习惯，你知道吗？不是动，你的嘴有一个小习惯，你说多了喜欢，哎，现在就来了，舔嘴唇。明了，这个他很注重五官、眉毛、嘴，我知道你是非常细。对他，因为他特别专业，知道播新闻就是这么一个境别。对你这个，因为一旦人有了一个某个细小的动作，在镜头上会被无限度的放大。是的，是的。这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播报的时候那镜头就怼在你的近景上，你任何的细节都是逃不掉的。放大，对，面部管理特别重要。另外一个，你明显刚才播新闻的时候，你气是提起来一些的，所以导致你有一些音
有一点点哑下不去的这种感觉。但你现在跟我们说话的状态，是你完全放松的气放松的状态，我们听着也变得舒服了。不是说播新闻就一定要某种特别强的紧张感，或者把调门吊起来才是播新闻。好，谢谢老师。太像在学校上课了。你们老师弄完之后，老师也会这么点评。太像了。答一下。好。今年第6号台风维帕于20号下午在广东台山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维帕将沿广东沿海继续西行，给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带来持续性降雨。这是中越双方首次开展陆军联训。哦，怎么紧张了？我嘴好瓢啊！没事儿，嘴好瓢。就是你不用那么紧张，你说内容就行。你觉得我刚播的怎么样？我觉得你有点紧张，是吧？你就说意思就行，放下来说。好，谢谢师姐。整个人就是正式的，所以你不需要在语言形式上再往去够了，就清醒自然。好。他的意思应该是让他不要就是过于去纠结，可能你一个字的字音或者说你的基本功如何，你就把这个稿件的整体的那个意思非常准确的告诉大家。但其实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对。我想喝水，嗓子疼。这边。没事。走，我也喝，咱俩一起走。是吗？那我也去。对。好，这事业让我突然心里有底了。加油！加油！哎，抽到了谁？易立新老师，我第一个。我特别期待。我也很期待，争取今天不走。争取我也争取不走。我努力。我的天哪！我真没想到还要我以为今天就是布置点作业呀，或者什么任务什么的，真是没想到会再要 PK 筛掉人。你是心率一下飙高了吗？对，我一下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刚很松弛。没事，把事儿干好就行。去剪辑室吗？走。我完全感同身受他们的紧张。小贺都已经不行了，小贺，跟我在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已经准备找一个机会亮红灯录一段了，我感觉。歇会儿，捋捋自己。其实我是那种上场前后场的时候会非常紧张，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后场的阶段。我真的很想知道等会儿的采访会是什么内容。连线是吧？不会是一个人做出镜一个人那种的。我觉得没准儿，总不能他们真的安排了一位前方记者在等待着我们，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吧？连线配合应该是比较难的。这特别搞笑的是，我昨天面试的时候，还跟老师们说我喜欢新闻播报。真的吗？真的。我现在想想稍微有点后悔。不用后悔，虽说知行合一，但是一般知难行易。知难行易，这个真的安慰到我了。找段《朝闻天下》听听吧，《朝闻天下》主播都比较年轻。这个是你们的功课吧？看《朝闻天下》呀，《新闻联播》有那个就是培养这样的习惯。好了吗？好了。你们是第几组？啊？你们是第几组？第一组啊？对。好的，正好我可以带你们了，把东西放一下吧，走吧。好。我们录制的地方就在这边，上面是我们的演播室，上楼吧。紧张吗？还好。对。还好就不紧张。不是特别紧张。刚才有点紧张。哇，进演播室还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不一样。可能拿到稿件会紧张一些。这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好，老师们好。你好。我们该上带的上带。准备了啊！哇！双人机位，往左边调，可以稍微上去一点。好。哟，西哥来了。老师们都出现了。带队老师已就位。白老师也很帅啊，身形板正。我给你们稿子，你们会有20分钟准备时间。我们就看这个屏幕是吧？对，他们在那边。哇，他俩第一组对吧？班女左男右啊。先让他们看20分钟吧。好。背稿。
哇，看东方，好正式啊！然后我要提醒一下你们俩，我们的稿子可能会有语病问题。因为我们经常拿到的稿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语病上的小坑。调稿啊，全是常态，不是故意为难，这是常态。真是。跟他们说过这里面可能会有错误吗？说过，对，他们的稿子都在，跟我们拿到的只不过就是在他们当中没有把错误的地方标出来。两位，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提醒你们俩一下，你们俩看到的，你们的提词器不是一致走的。懂吗？快了你就停一下，然后接着再按一下，它就可以继续走了。OK。相当于他在播的时候，你的提词器也要跟着他的节奏走，不然你就会跟不上他的这个。没问题，我懂了。对，感谢特别重要。对，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们要一起滚通提词器，不然的话你会接不上他的稿子。好的，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必须要保证两边必须要一模一样。对，你得一直听着他的，然后得让提示器同步走，否则你接下来就找不着自己的词儿了。哇，这幕后挺精彩呀！对，挺惊险的，真的也很惊险。你想要 A 还是 B？ 我 A 吧。好，那我就 B 吧。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我们先准备一下片头，然后我们来各自准备。可支持3名航天员在轨生活9个月所需的物资、平台设备、推进剂、科学资料、载荷等。王宇还是紧张，一直在出长气，在大喘气。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还有白莲经，这种对以前不知道的地名特别可怕。啮齿类非人长类。张希老师啊，希哥，你这挑的真是非人。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太专业了。哇，它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其中包括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了非人灵长类，我天哪！非人灵长类，天哪，我都紧张了，怎么办？我都紧张。你看，我跟你讲，20分钟让他们单准备这个稿件就很费劲了。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通常你们新闻当中不可能在1天之内有2个这样子重磅的科技类的新闻吧？它偏航天、偏科技类的。这个会有的。会有吗？这就属于比较扎堆的，我觉得。对。全都是长难句、专有名词，把几个领域全部都汇成一块儿了。对，所以这个真的难度蛮高的。根据任务规划，目前在轨飞行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预计将于10月下旬凯旋归来。他没有把那个错误改出来。凯旋归来，凯旋和归来不能并用吗？凯旋就已经有归来的意思了吗？不，我觉得这些就要求太高了。就凯旋归来，这挺顺口就说出去了。对，但是确实就是一看到你会觉得有点刺眼，对吧？我觉得如果他们能挑出来会很好，挑不出来我觉得也没关系。是一个主要问题，对。如果说中间还埋了这点小陷阱的话，对他们要求太高了，20分钟啊！而且关键是随时下边还有人给你打分，这个压力。最近年轻人中出现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世博水环分1、2期工程分段推进。前沿、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 AI 只有2分钟了，计划2020年6月全部建成，团上有42座口袋公园，4座城市公园。建成后，它将可以完成了陆家嘴水环。那么连线2位是怎么分配？是谁来连？我来连。我准备了一些，就这样，我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先问一个问题，之后你可以继续问，然后如果说你有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抛给我。好的，是2位都要连线的是吧？对，我们谁先开口？我会先问第一个问题，对，因为我是直接来问的。连到后面，王云林也会连，是吧？对，我们2个都会连。是这样，我把机位告诉你们一下，1号机。王玉啊，你看着，这是你的一个人的机位，好吧？没问题。3号机是王云林的你的机位啊，当中那个没有提示器的是2号机，是全景。好的。我们连线一共是时长是5分钟，我会每1分钟来给大家报一个倒计时，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好，没问题。我们还有30秒就准备开始了，好吧？
哇，这时候真紧张啊！我的天哪！哎呀，好紧张，我都好紧张。导播的倒计时是最紧张。那我们准备了啊！在城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区。姚碧老师也准备了。大平老师，我们手机都静音啊。21号的早晨7点。倒计时了。好，片头准备。3、2、1。哎呀！哎呀，确实紧张。这个不身临其境，不会有那么代入性的体验。新闻播报跟其他的还不一样，综艺节目录制，因为它有剪辑、有后期，对，但真的直播，它就是那一下，就是那一下。各位，如果你们有的选，新闻播报、人物访谈，你们会优先选哪个赛道？人物访谈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访谈类的节目，所以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松弛一些，没有这么高压。这个我刚看上去我就觉得肾上腺素有点对吧飙升，就真的很紧张。是的，而且这种严肃的播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慎重，不能出错。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访谈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稍微好一点。子琪，你别说，其实从颜值上来看。很有新闻主播范，对不对？你往那一坐，你是天生的新闻播报，难播。来，我们推到近景的时候，谁不说话，看起来就特别有信服力。你现在可以看向正前方。你别翘二郎腿。刚刚子琪瞬间也就挺直了，那就是看上去为什么？他说的话就是让人信的，就是有信服力。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想让你选播报啊！我100%是选访谈。你看架不上去啊，架不上去。为什么？我其实，在艺考的学习阶段，也接触过一点点那个学播音主持。我记得当时我们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即评评述。对，我做了2次即兴评述之后，我就彻底头大了。我对于这个现场的阐述啊，还有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怎么去转述给他人去听这一块，我真的做的特别差。哇，你传八卦传的挺好的，特别是传你的八卦啊。我们来问一问专业的人，中传大一。又来了 ，GDP 第1名的这事儿不提了，咱们不提了。你发自内心，如果真的你在那个场景当中，你会选哪边？我其实会选访谈啊，因为我个人啊，就是我喜欢和别人交流，我特别喜欢在访谈中去挖掘别人的故事，我希望他能对我放下他的防备心，然后把他最真诚的一面告诉我，把他想通过我传递给他的受众的信息，能够尽量减少损耗的传递给他们。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哎，这是真的，你可以让所有的访谈者就被访者卸下防备心，掏心掏肺跟你说话。而且君临他看人的眼神就特别的真挚和真诚。对，你看，哎呀，不行了，我什么都跟你说，你想为啥？志胜，你会选哪边？我很难选新闻吧，新闻都很难选我吧。那个新闻有个字儿叫严肃性，我可能就播那个严肃性，可能就没了。哦，就播的像假的似的。那你播娱乐类的，娱乐新闻会好一点。哎，那可以，那可以。贺君临同学在大一考试中，哎呀，求你了，求你了，这事儿今天过不去了，这一季都过不去了。哎呀，要不换身衣服吧，要不都湿了，感觉。哎，全林老师要选的话，访谈对不对？我选访谈的原因是这样的，访谈那边看上去哈，就是你拿60分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只要开始聊、开始提问题、开始追问，好像60分就在那儿。但是你要做到100分非常的难，因为你得了解人性，你得有及时的好奇心去挖掘背后的问题。然后呢，但是
新闻播报呢，它这儿不光是播报，它后面还有连线，是还有即兴的评述，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它其实要求一个非常综合的对新闻的挖掘和理解能力，包括语言功底。但是新闻播报可怕的地方在于，就它不是60分及格，它不让你扣分，就你就得100分，就得100。99分就意味着你有1个瑕疵，98分就意味着你有2个瑕疵，及格线就是100分。所以从拉开分数的角度，访谈，如果你对自己有自信的话，是不是应该选访谈？访谈反而能把上限往上拉。对。但是的确都非常的难。哎，刚才在说这个20分钟是不是一个特别急的那个稿件？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来了，急稿来了，急稿。对，就我历史上我见到过的最急的稿件。罗京老师还在的时候。哟。哦，然后有一年大时政稿，17分钟大时政稿。开播的时候，他手里只有1页传真纸，传真纸上到处是手写的气球，就改的稿件。很多气球意味着它的词序有很多颠倒，句子跟句子之间。然后他播这1页的时候，传真机嘟嘟嘟嘟那边在吐第2页，大气球。这是一个时政稿，你不能用口语播报，我的天，你完全得用时政播报，有大量的人名儿，然后就看外面人跑，歘就往里面送，然后我们的主任亲自矮着身子到桌子底下往上递，然后这边替他拿上来塞到他的身边，就是吐1页塞1页，吐1页塞1页，17分钟1个字都不带差的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的主任在外面掏出了救心丸，一把塞进了嘴里，躺在了沙发上，急稿。哇，这纯就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可以说是没有，就是甚至他连那个熟悉稿子的下一句话他都不知道是啥。所以像这种有连线的新闻播报，虽然我也干了10多年，但是其实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太难了。这才叫肾上腺素，就播这种伤身体。我光听我就不行了，这真的太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真正残酷的赛制了。我必须得说，因为我本人是从第4季加入阿凡大家庭，4、5、6、7，这是第4季的节目了。第一，没见过10个人一起来的；第二，没见过第1个项目就直接淘汰，更没有见过一下就淘汰2，太残酷了。所以他们刚来换了1身衣服，做了1件事儿，就有2个人很有可能要跟镜头、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第1个课题当中他们的表现如何。